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走绕州频道，我是明师。在4月20号的时候呢，新州州长宣布废除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规定，以及对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强制接种疫苗的公共卫生令。那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海外人士到新州以后关于这个隔离的规定。那这些政策呢，目前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到底对咱们新州本地的朋友以及海外入境到新州的朋友有哪一些新的影响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新州 Open 警局的多元文化联络官王世芳警官来到咱们的频道，跟朋友们来分享最新的这方面消息。Hello，王警官您好。Hello，大家好，又在嗯，这个空中见面了啊。是那听明师说的这个东西呢，是让我们警方有一点头疼的一个题目。头疼，为什么？因为州长说的这些东西呢，虽然说他说4月20号他是想要放宽这些制度，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几时开始，所以大家以为就是说从4月20号一开始，州长讲了，那我们开始可以放宽，我们开始啊，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期限的，可是这个期限呢，印象当中呢，不懂是4月30号还是4月几号，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网络上面呢。去看一下最正式的那个日期。那我们自己手头上知道，就是说警方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执行的一些任务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保留着之前所有的东西。那之前所有的东西呢，我们就稍微说一下吧。嗯，和名师好。聊一下。名师刚才说了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规定，那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规定，我们就讲明呢，就是如果你是密切接触者呢，你是必须要隔离，隔离多久呢？就是7天。到现在为止还是7天。然后呢，从几时开始呢？就是从你接到核酸检测，就证明说你是阳性的时候呢，开始算那7天。而且呢，当你讲说是密切隔离者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条令，什么叫密切隔离者？随便他说你要是住在一起，夫妻啦、孩子啦，你们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呢，你们都算是密切隔离者。今天我跟明师像2个人都不认识哈，可是我们是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工作，然后呢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一起工作，超过4个小时，你也属于密切接触者。然后呢，或者是说你是搭长途，如果真的是完全不认识，你是在飞机上，然后呢你的飞机过程起码4到8个小时，你也算是密切隔离者。所以变成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基本上呢，你都是属于应该要隔离的。那我们嗯。讲说隔离的时候呢，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整天讲说这个卫生条令是怎样怎样，为了大众的那个安全哈，如果你知道你去的这个场合或者接触的这个人已经证实说自己是，就是那个人是证实说是有新冠肺炎的，那最起码3样东西。一，自己去检测，不管你是用家里的快速检测也好，或者是你去做核酸检测也好，去知道一个结果。然后呢，最好呢就是每天如果是快速检测的话，就起码每天都去查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医疗的证据哈，告诉我们就是说，即便你今天查的时候，可能你是没有新冠，可能你第二天查的时候是有。所以为什么说希望就是说密切隔离者呢？希望他们可以隔离。当然有些人呢就会讲说，没有啊，我知道说我跟他接触了，可是我已经查了，我自己没有新冠，没有什么东西。啊，没关系，那就我就走了。我刚刚都说了，这个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可能呢在之后才会呈现这样子的一些症状，或者呈嗯，现这个阳性的这个证据。反应。所以呢，嗯。对，所以变成说呢，自己自动自发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起码自己隔离7天。如果你自己不能够隔离7天，就是你是家里唯一的栋梁，嗯。要去上班，要去什么东西，那你最起码应该要告诉一下老板，然后呢，做好自己的预防工作，就是戴口罩。真的要去工作还是什么东西，没办法啊，就戴着口罩去做，穿着这个手套或者什么东西，尽量减低传染给别人的这个可能性。不管这个政策它是放哎，宽了、废除了，呃但是这个
本身它是牵扯到自身和周边的人的一个卫生安全哈。不管这个政策怎么变，咱们自己该做到的一定要去尽到这个降低到最低风险的这个责任。那像刚才您说，目前警方在执行的时候，还是要遵照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卫生令啊去执行。那到底什么时候废除？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是是，吧？我们所知道的好像是4月30号，可是这个东西我不可以完全讲得很实打实的那种嗯做法，原因是因为政策天天在变哈，所以变，OK。成说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新州卫生条例的这些最新发布的消息，这个官宣很重要。OK，所以说具体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政策会完全废除掉，朋友们还是需要自己去不断的看新州政府的网站的最嗯新的消息。嗯。一旦这个确切的时间公布了，那警方这边也会同样也会同去样去放松我们 OK，去执行的，因为我们必须要做的东西，像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放宽戴口罩的这些地方，可是对，有一些地方呢，像公交啊，像等公交的地方，像飞机场啊，什么东西呢，你们都是还是得戴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当然，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必须得执行。所以我嗯我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暂时不用去管它到底卫生条例对还是不对。我们现在属嗯于流感期间，很多人呢都会伤风、咳嗽、感冒什么嗯东西，那戴着口罩呢，真的是保护你自己，也保护他人。尤其是在密切的空间，像现在，因为经济开始想要复苏，所以很多大型的百货公司啊，都会有这个减价的这个狂嗯潮，或者是说很多的那些不同的宗教就开始有很多的他们的宗教节日的庆贺。那在这样的嗯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希望大家还是就是戴着口罩啊，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流感要来了，就算今天你不是拿到这个新冠的话，重伤风感冒也是很辛苦的。嗯，所以出于对吧？自身保护，对于其他是人的保护，是能戴口罩也是尽量戴着哈。嗯，是是，所以好。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方面大家做好比较好。好，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想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的这个公共卫生令，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状态呢？他从来没有强制过你，他永远都是告诉你说你可以不打疫苗，没有人说你一定要打啊。可是呢，就是某一些行业、某一些地方呢，你必须要强制你一定要做。那我说的行业呢，可能像我们警方，像我们如果你要在警方工作的话，你起码要打2针。他没有坚持你一定要打那个 booster，就是那加强，个加强针，可是他要求你呢，起码你要打那个最原先的那2针，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变嗯成说有一些行业呢是规定你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够打针，或者是你不能够接受这个疫苗，因为你对它的成分比较敏感，还是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出示这个医疗豁免。这个医疗豁免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你这个医疗豁免呢，他们会放在你们的私人的 personal file 里面，个人档案里面啊。哦，所以变成说呢，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储存的，尤其是政府部门呢，很多都会储存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私人机构会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估计做法可能也一样。那这是第一件。那想问问您，之前啊，对于一些关键行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去接种疫苗，那现在以及到一定时间点，是不是这个政策会废除掉不知道说会不会废除掉。我？OK，知道说，有几个行业可能完全不会废除，紧急部门的行业呢，几乎全部都会保持。还有就是，那个老人院啊、疗养院这些老弱妇残孕的那个那个小组，这些照顾者呢，他们也坚持，就是你们必须得接种疫 OK，苗。因为他们是属于比较就是弱势群体嘛，除非在这些行业里面的人呢，他是不嗯哼，需要去接触外面的任何一个人。
那我打个嗯比方，像我们警察这样子呢，如果他是我们的行政人员，不是我们的武职同事，就不像我这样子嗯需要到处去走的，他们是在里面的，而且他们做的工作呢，就是在家工作，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需要跟公众呢有任何接触，而能够完成他的工作的话，这些人呢就有权利，我们叫做 Stage Two 的紧急工作人员的话呢，那么他们是有权利不去打这个疫苗。可是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人少之又少。我打个比方，像我们的行政人员这样子，他是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他有他自己的办公室，可是我们的警察嗯会来找他耶，他是没有接触到公众，可是我们会接触到公众啊。那我们会接触到公众，我们去找他的话，他照样为了他自身的安全，他照样也是会有可能受感染。因为我们在外面我们会受感染嘛，所以我们，OK。统一来讲呢，像我们警方来讲呢，我们是鼓励几乎所有的人你必须要接种疫苗。现在是进一步知道了，虽然说州长说了是会废除这个关键行业工作人员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的卫生令哈，但是其实里边还是有很多具体情况，要是具体去对待的，它不是说全部的就简单的一刀切这样的一个事儿。是，嗯他不可能一刀切的。他放宽嗯的话呢，私企可能做的比较快，可是政府部门啊，就是公众部门啊，什么东西的话，他们要嗯考虑的东西更多。第二件呢，就是我讲的是有一些地方是要坚持你有疫苗证明的，最常见的呢就是那个俱乐部。因为我最近做了几个就是中间的调协吧哈，因为这个医疗的接不接种什么东西算是一个隐私，算是你自己嗯私人的一个资料，对不对？但你是你自己私人的一个资料，然后呢，你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你绝对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是呢，有一些地方呢，就像俱乐部什么东西呢，他会要求你出示你的疫苗接种的这个证据，他才会让你进来他的俱乐部里面来玩儿。那么你只有，OK。两个选择，你要么就是不进去，你要么呢就是出事。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我碰到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中间的调解呢，就是他就讲说我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我有权利进这个俱乐部，我还了不多少钱，然后呢每年我都应该可以去做。可嗯是俱乐部有俱乐部的规定，他们需要去查你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给他们看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进去。最好的一个比喻吧，应该是属于像你进去这些百货公司或者是 Woolworths 这些商店，他们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告诉你说我们有权利呢去查你的包包。如果你不愿意被我们查这个包包的话呢，你们就不应该进来我们这个百货公司里面买东西。所以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做法，就是那个 idea 是一样的。原则上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私人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私人的地方虽然是一个公共场所，可是也是属于俱乐部自己的，就是一个私企的一个地方。，OK。所以你必嗯须要嗯遵守他的决定，然后呢才能够，OK。进来。所以，变成说，就算是有一些商店，我看过一些小商店哈，它上面就写说，如果你没有戴口罩，你不许进来，一样的一个道理。你可以不买，可是就是说他有权利不服务于你。所以，变成说呢，我觉得大家得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刚才您举的那关于那个俱乐部的那个案例啊，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不管这个政策它放宽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以后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完全去废除掉关于这个疫苗接嗯，种的卫生令，那作为这个私人场所，它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它自己有它的自主权利，它依然是有权利可以要求进入的人去出示他们的疫苗接种记录呢？可不可以这么理是，解？他可以有这哦样的要求。如果你觉得不公平，你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过我，OK。想你们赢的机会比较低。因哦。对，因为不管外面这个东西，政策怎么变，他们还是可以自己去对，他们可以决执定这个。行他们的决定的啊。我都说了，就像超市一样，像 Woolworths 这些超市呢，
实际上大家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一定会放一个很大的牌子，说他一定要查你的那个包包。要是真的有小偷或什么东西，他已经会指着那个牌说：“我已经告诉你，你进来我的这个地方，OK，我有权利，我的保安哦，人员是有权利去查，我的任何的职员都有权利嗯哼要求你打开你的包包去看。真的没有事情的话，他就是说 OK，对不起，我们看错了什么东西。所以变成说他们是有权利要求你去做的。，OK，所以这就解释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在未来他说，哎，这个政策不是都完全废除掉了吗？这个禁令都完全废除掉了，为什么我进你的这个场所，你还要我出示疫苗接种记录？但是这个事儿他们是合理的，他们有权这样对，他做。们有权利要这样做，因为你要进来对，我的场所，我可以要求一些事情。哦，你要是不愿意遵循这些就是条例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可以不服务于你，OK，你可以不进来没关系，我们就请你出去这样子。所以如果朋友们以后遇到这种纠纷，就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样是去讲了。是，很多生意啊，一半是懒，另一半呢是他们真的会去执行，尤其扫描这件事情，扫二维码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也完完全全就已经放宽了，不需要去扫这个二维码。可是你要是去医院啊或者什么地方的话，他坚持你还是得扫二维码，一样的一个道理。OK，就是你如果想要去这个地方、这个点，或者去拿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那你必须得跟循那边的这个指示。OK，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咱们的朋友，还是要多去新州政府的网站啊，去看到最新的这是个政策，时间点呀，以及它的这个政策具体内容的变化。好，是那基本上以上就是跟王警官咱们跟您聊了，对于新州本地的朋友啊，对于这个政策它的一个变化更新，对他们的影响。